期我们已经从整体的方向为大家讲述黑神话的内核基调了，长生不老，长不了。接下来我们就会跟随天命人进入到不同的大关卡，去理解每个关卡里的故事背景与角色地位。你会发现这里面的每个 BOSS 都代表了一条妖怪能够行走的道路。或者我们可以先来个段子哈，悟空，你想学些什么道术？但凭师尊教诲，只是有些道气儿，弟子便就学了。我教你个数字门中之道如何？占山为王，统领群臣，可凭享乐，不知请进。似这般可得逍遥吗？不能，那不学。教你个流字门中之道如何？增强体魄，炼化万物，可避众人，亦有造化。似这般可得逍遥吗？若要逍遥，也似壁里安住，徒有其表，大夏将退，他必朽矣。那不学。教你镜字门中之道如何？潜心修禅，凝聚力量，吸引同类，伺机而动。似这般可得逍遥吗？若要逍遥，那就如摇头土碑，虽已成型，未经水火锻炼，一朝大雨磅礴，他必烂矣。那不学。教你动字门中之道如何？认可规则，成为打手，钻营利益，归下当狗。似这般可得逍遥吗？若要逍遥，如月在长空，水中有影，虽然看见，只是无劳魔术，最终只是空耳。那不学。你这猢狲，这不学那不学，却待怎样？望师傅大舍慈悲，传我逍遥之道吧，永不忘恩。你今有缘，我亦喜悦。你近前来，仔细听之，当传你逍遥之妙道也。莫贪不死，莫恋长生，身随心动，莫要其心。身形可灭，精神不息，后继有人，逍遥自显。用一个咱们好理解的段子，再加上这个图表，当我们把信息具象化后，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游戏的内涵了。你可以看到整个表横向代表了关卡，纵向代表了反抗意识。第一关的黑熊怪是最简单的，不想要做菩萨的看山狗熊，他只想要回到自己曾经的山头，沉溺过去，再创辉煌。他就是在做最常见的妖所走的道路，占山为王，独享乐园。所以黑风山，你仔细想的话，会发现它是最符合我们在西游里看到的妖怪习性。第二关的黄毛雕鼠则是更进一步的改变，它在不脱离妖的属性的情况下，还与人类社会进行融合，从而达到了让人类的亡国尊妖的地步。也正是人与妖的结合后，他也逐渐发现了神佛并不因为名称而高贵，不是因为你叫神，你叫佛，你就比我们高一等的，凭什么妖不能反客为主成为神佛？所以他才会割掉灵吉菩萨的头颅当做炼化的法器，力量才是一切。当他也有大圣一般的力量时，谁也不敢再称呼他为妖了。他会向每一个人质问道：能杀佛的妖还能是妖吗？但雕鼠的问题在于，他只想到自己一个人的炼化，而没有想到群体的力量。第三关的黄眉则是对黄毛雕鼠更进一步的改造。一个人力量大又如何？你需要的是一整套的指导理念与追随者，巩固基地，搭建队伍，同化敌人，增强己方。所以小雷音寺的目的是取代灵山，黄眉座下的僧人要取代的是如来的佛教体系。不论是收服红尻猴子，或者是抗金龙，本质上是与佛祖收服悟空是一样的。信我之道，入我之门，方可解脱。这也是动画屁里反复向我们强调的。黄眉与金蝉子之间的对话，两人的理念不合，本质上是黄眉对佛祖如今的佛法制度的不信任。黄眉是出自佛教而反佛教的人，在最后出现的弥勒佛，你说他故意利用黄眉也好，你说他与黄眉之间有合作也好，随各位理解。但毫无疑问的是，黄眉的法宝来自于弥勒佛的故意放纵，八戒也直接给你点名了。我们可以听一下原声。大肚皮，我早该猜到是你。恕罪。哼，管你一次我信，管你两次猪都不信。第四关的白眼魔君则是视角走向了另一面。如果说前三关都是反神佛的妖怪所选择的道路，那么那些与神佛合作的妖怪又会如何呢？所以你看到了白眼魔君与鹤仙人的对话，更看到了两人背后的娘娘与陛下的存在。有人要阻挡天命人复活大圣，有人想要让大圣的思想被斩草除根。他们明里不会做些什么，但是暗里却派了服从他们的妖怪前来阻挡。这些妖怪的下场最终都会如何？文本则是直接就明说了。鹤仙人甩了甩拂尘，宛如赶苍蝇一般，斜前道：事成了，你走，他们留下。蜘蛛精自始至终就是牺牲品，事成与不成，他们都得死在这里。而白眼就是许多仙佛的白手套，狂妄自大，他会在内心里觉得
的贺仙人离不开他，贺仙人背后的娘娘也离不开他，他永远不会如同蜘蛛精一样成为牺牲品。但这一关的结局，各位天命人也看到了，当你打死他时，他会在最后高喊师祖下来救我，有人会来救他吗？他的价值远不如太上老君身边开馆丹炉的金角银角。白眼魔君是死在半途的白手套的下场，而到了第5关，你会看到另一个渐渐老去的白手套牛魔王一家。老牛当年也硬气过，但是被人割下了头颅，伤了元气。老牛当年也不服管，但被人打到下跪，妻离子散。老牛真的怕了，他是游戏里唯一一个能够见到家庭圆满的妖怪，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这个家别散了。拿到悟空的根气，他不敢给别人，也不敢自己吞下，只能放在胃袋里藏了起来。他太明白杀悟空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这事儿还没完。当初你们有功，所以大圣的根气赏赐给你们了，现在有天命人了，你们手中的根气就一转公式成为了祸根了。你要是真吃了，那么到时候你赔进去的就是命。天命人，天命人，真以为这一趟的旅行跟天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，老猴子背后能飘起来那么扎眼的一个仙带吗？老猴子能亲手为你再次戴上大圣的紧箍吗？红孩儿是当初的大圣，犟毫无方法的犟，只求杀一个痛快，哪管之后的洪水滔天。所以老牛才会遣散自己的手下，任凭红孩儿胡闹，哪怕是囚禁自己。表面上是红孩儿囚禁了老牛，实际上是老牛牵制住了红孩儿。只要老牛不给红孩儿大圣的根气，红孩儿就只能被老牛拖在火焰山内。而铁扇公主的四处去求人，希望有谁能够保下红孩儿的即将作乱。但你能谴责红孩儿的胡闹吗？你不能。红孩儿的一族都被神佛灭了，他但凡有点野性也要报仇啊，哪怕是最后自己生死魂灭。红孩儿与大圣的最大区别是，红孩儿自生下就有家，而大圣没有。有些事情大圣能做，但红孩儿不能做。于是到了最后一个关卡，便是大圣。大圣的一生打过2次天边金将，第一次他不懂为何有能力的人得不到重用，他反思是自己的错误，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下便也认了。西行的路途是他的修行，也是他反思的过程。第2次他再打天兵天将，就不再是最初的懵懂了。他在此刻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制度性的破坏，不该你拿的你拿了要挨打，让你拿的你不拿你还退回来了，你更应该挨打。拿与不拿不是由你决定的，而是由神佛的制度决定的。对制度低级的蔑视是我没有，所以我不稀罕；对制度高级的蔑视是我曾经有过，但是我不喜欢，所以我不要了。如果说悟空的第一次作乱是他不知好歹不懂天意，那么当他成为了斗战胜佛后，你还会认为他的第2次作乱还是不知好歹不懂天意吗？甚至我用作乱这个词儿都是站在神佛的角度去说的。悟空反对的是啥呢？文本直接就跟你说了，是长生不老，但整个神佛制度都嫁接在长生不老当中。悟空反对了神佛统治的根基，甚至是揭露了他们根基的虚伪，所以这才是悟空必须要被绞杀的原因。如果悟空继续坐在了佛祖的果位，那么他的斗战胜佛指的是佛祖指挥下的斗战胜佛。只有悟空辞了果位，他才会是自己的斗战胜佛。如果我们用西游的本片的理念来说，悟空作为心元的代表，西行的一路便是在磨练心智理解大道，而黑神话便是悟空的一个 F 线。当悟空明白了神佛的虚伪又无法欺骗自己的内心时，你还让他安心做一个斗战胜佛，这不也是欺心吗？在黑神话构建的剧情体系里，悟空依旧是心元的代表，依旧是不欺心的代表，变的不是悟空，而是神佛。所以在这个游戏剧情里，悟空不反抗才是错误的，才是真的弃了心了。有一个成语我相信大家都听过，叫做匹夫无罪，但你怀璧其罪。对黑神话的神佛来说，悟空的能力不能为他们所用便是一种罪，所以天命人的本质是对悟空力量的一次重组。究竟重组出来的这个人是去掉了紧箍的新大圣，还是再次戴上了紧箍的斗战胜佛，那只能由天命人自己决定了。当悟空戴上紧箍的那一刻，已经没有了选择了，选择的权利留给了后代，也就是屏幕前的你我天命人。而我们这一次西行寻回根基的旅途，同样也是一次修行，所以你才能理解老牛的痛苦。他明白大圣的根气早晚都会有人来寻的，要是给不出，死的就是他。再看一次这个图表哈，咱们只有分析出来哪个角色处于什么样的定位，咱们才能理解每一章的故事以及最终 BOSS 的含义。毕竟咱们的解读
并不是把游戏的剧情给你复述一遍，大家又不是没有玩过游戏，单纯的复述没有意思，我们要抓剧情的内核，讲述隐藏起来的理念。这一期我们就讲一个黑风山的熊皮，当你带着我们刚刚整理出来的结论去看这个故事时，才能够看到更多的信息。求山门拜师傅不如自己有功夫，有些小伙伴说自己也想解读黑神话，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我在做黑神话时用到的剪辑软件 Filmora。这款软件全面做到了录制、编辑与输出的一体化，不知道怎么录制没有关系 ，Filmora 自带荧幕录制，基本上是你需要什么画面就可以直接在软件里进行录制，录制的素材直接拖到时间线里就可以开始编辑，十分方便。要是你录制的素材太长了，太多无用的片段怎么办 ？Filmora 具备 AI 文字编辑自动过滤的功能，可以根据文字寻找片段，快速剪辑，一键去除掉无声片段，提升素材准确度。甚至内部还提供了 AI 字幕，可以快速根据语音生成字幕。制作影片的难点，基本上这个软件都能够帮你一键解决。另外，官方素材库的资源也十分丰富，并且实时更新。比如最新的大圣的转场特效就快速的上架了特效库了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专门的游戏素材专区和 AI 生成图片的功能，可以很好的丰富画面效果，对不会做特效的新手十分友好。如果你也想制作自己影片的话，可以尝试下 Filmora 这款剪辑软件，下载链接我放在了评论区，大家有兴趣可以下载试用一下哈。黑风山的故事在西游里很简单，刚刚救下悟空的师徒二人来到了观音禅院，这里的方丈金池长老是个贪恋外物、喜爱袈裟，并且与山上的黑熊精有过勾连的妖人。当他看到唐僧的锦兰袈裟时，便想要图财害命，人死袈裟留下，于是便打算趁着唐僧睡觉时放火烧了他暂住的禅房，但最终让悟空反向烧了整个观音禅院。前来协助的观音也帮悟空夺回了袈裟，并且收复了黑熊怪，让他守在观音的后山。这里是悟空取经最开始的那一部分，也是我们天命人取得根器的第一关。如果我们把6个根器，也就是西游里所说的6贼，当做所有关卡故事最大的主角的话，黑风山对应的就是眼界系。黑风山的所有大妖怪的执念，都是因为眼界外物而执着于外物，从不向内观自己的内心，只观种种外界迷障。从金池长老出来的第一次，他抓取金蝉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，他必然坠入对外物的贪婪。你会在最后看到金蝉跳到了死人的手中，而金币洒满了死人的周遭。制作组怕你看不明白，直接在引出趴在死人堆里的黑熊，把钱袋送给金池作为明示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这是正理的话哈。那么金池长老就是放在你眼前的有2根金条，那么你告诉我哪一根是高尚的，哪一根是龌龊的？为己谋利是金池长老一贯的理念，从最初的沙弥，在金钱与黑熊的助力下，一路走向了主持。从年幼的贪财贪权到年老的危险清高惧金钱，看似有所改变，但其实没有，仅仅是因为现有的外物无法引起他的兴趣而已。他可是一见锦兰袈裟就贪念毕露了。金池长老的成长历程就是黑神话里佛教体系的一部分，德高位者非有道也，而是有利也。坐在主持上高位的人，并不代表他真的是佛法高深，也不代表他真的是品德高尚，或许仅仅是因为他颇有手段罢了。僧人万万千，不是也仅仅只有一个唐僧敢取真经吗？金池的问题在于，他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了贪嗔痴了，年老的他不爱袈裟，也不爱钱财了。但是真的见到了唐僧的袈裟，他才知晓，原来他只不过是看不上自己的旧袈裟而已。在看到了唐僧的锦兰袈裟的那一刻，贪念就陡起了。打坐参禅并没有磨平他的欲望，只是提高了他起贪的底线。用俗话说就是眼界太高，一般的看不上，就那么点钱还想收买我呀，得加钱。我有了4090的显卡，自然就看不上经典的960了。所以在动画里黑熊问菩萨时的话语，你也就能理解了。黑熊问出家人尘缘已断，金海尽干，长老他为何偏偏放不下一件衣衫？菩萨回道，若不披上这件袈裟，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，金海尽干？这句话的禅机根本不是袈裟与金海，这句话的禅机是你金池长老的修行全在靠外，而不是靠内。晚年时不爱金钱也好，不喜袈裟也好，只不过是向外人表明你的佛法境界已高，不恋俗物了。可不俗之物，你爱的那是更深了，甚至到了谋财害命的程度。金池的不贪都是装给别人看的，他也只有真的披上了唐僧的袈裟，才能压下自己一时的贪念。所以
菩萨的禅机就很明确了，金池修行的路一直就走歪了，他的眼一直都喜欢看到贵重的物品，只不过俗物不入他的眼而已。要我说游戏里对金池长老最终定义的话，我们可以用文本里的一段描述：不曾想那老和尚的魂魄未在拼凑的尸上复生，反而与他旧日埋藏的金银铜钱化成了一个发昏的精怪，四处游荡，搅乱山场，没个消停。金池从来就没有脱离外物与金钱的诱惑，他只是装的已经脱离了而已，骗自己也骗外人。而金池与黑熊是一体两面，人有贪欲，妖也有。黑熊的执念是他必须重现金池长老曾经的一切，甚至要做的比他更好，重修观音禅院也好，重组黑风山三巨头也好，黑熊都是在模仿最初的一切，他在强行制造一个未曾改变过的观音禅院与黑风山，也就是他在最初跟你说的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黑熊与金池两个人都在刻舟求剑，黑熊的入一切相的理念是他要走到妖的极致，也就是占山为王，成为一时快活的大王，只有享受过了大王的极致快乐，他才有可能破一切相，也就是脱离了当大王的低级趣味，成为一个更加高尚的人。他成功了吗？当然没有了。黑熊在合力绞杀悟空，得到了他的根气后，他在干啥呢？如果说黄毛雕鼠是吸收根气的力量占为己用的话，黑熊的使用方式则是直接就跟你明说了，这玩意儿邪乎的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招拜敛财而已。黑熊就是黑神话世界观下大妖怪的典型，无才无德无能力，只不过是靠着运气认识了金池，学习了点佛法，通过菩萨又提高了下身价，绞杀悟空才通过奖赏得到了一丝短暂的自由与一块大圣的根气。得到自由后的他既没有思考自己接下来如何破局，又没有思考大圣的死对妖怪来说意味着什么，反而是自己一头扎进了曾经的老路，回黑风山找三兄弟建观音禅院。明明500年过去了，一切都变了，但黑熊仍旧认为回归最初才是圆满。你在他的文本里能够看到太多他的无能了，复活了老友灵虚子，老友却认为吃自己的同族血脉以维持自己的复活实在不易，宁死明志，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吊死的老狼。重建禅院复活金池，却发现金池的执念依旧附身在了金银铜钱身上，找个白蛇吧，还他宝贝儿的白蛇也有自己的小心思，根本就是打入到黑风山的一个奸细。黑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重建自己的舒适圈，也就是500年前那个还没有起火的观音禅院与黑风山的时代。黑熊一头扎进了自己的一切相中，就跟金池一样，他再也没有勇气破这个一切相了。所以这才是黑熊的悲剧，或者说大部分妖怪的悲剧。你们生而为妖，在神佛的体系里就已经矮了一头了。万物要是真的平等的话，那么就不会有人生来就在罗马，有人就生来就是罗马了。如果没有人能够打破妖怪是低贱，神佛是高贵的思想刚毅，那么妖永远只能是低贱的代名词与被神佛收割的牺牲品。第一章火照黑云，表面上是在说500年前的黑风山，实际上是在说现在的黑风山，火已经烧起来了。黑熊，你才想起来要跑啊，晚了。天命人就如同当初的悟空一样，已经来了。此时留给他的只有一条路，要么击败天命人，要么被天命人击败，没有选择啦。黑熊怪作为第一章的剧情，为我们提供了众多的剧情细节。一，如果后面章节的 BOSS 都是妖中翘楚，那么作为实力尚可、幸运拉满的黑熊精，就是大部分妖怪的一生写照，占山为王，独自享乐后的被人收割。二，黑熊精告诉了我们，悟空的死他也有参与，他甚至直接就说了，我也是被那天庭胁迫，好端端的谁敢对那闹天宫的瘟神动手？大圣的死在此时就告诉你了，绝对是一场多个势力合谋的绞杀。三，游戏里埋藏了众多的暗线，甚至是添加了一定的情怀，比如之所以本地的土地能够学会定身法与巨型散气，是某个老道士教给他的，然后让他交给天命人。而这个老道士走后飘落的前端又细又长的叶子，就是暗示我们这是菩提叶。曾经的菩提老祖又来救另一个猴子了。白衣秀士的白蛇就是一个安插在黑熊精阵营里的奸细，他究竟忠于何人？让他来做内应的大哥究竟是谁呢？都是为之后的剧情埋伏笔啊。总的来说，黑神话的第一章的剧情是合格的，有细节，有阴谋，有情怀，有悬疑，它很好的引导了我们想要往下看的欲望，它更是给了整个天命人的旅途加上了一个额外
外的目的？究竟是谁在背后把大圣绞杀的？仅仅是天庭吗？天庭为何要如此去做呢？随着我们解读的逐渐深入，我相信这些谜题与理念大家都会逐渐知晓的，这也是我们解读剧情的乐趣哈。我是狗哥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期猴学再见，拜拜了。